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F13 全球总决赛半决赛越来越近，这次 LPL 虽然没能够4支队伍包揽前4，但还是有3支 LPL 队伍打进了4强，其中京东无疑是最让大家放心的一支队伍。在经过了补强后，今年的京东甚至还没有输过 BO5， 来到 S 赛后表现也是几乎没有一丁点问题，是毫无疑问 LPL 的第1强队。而在这次的半决赛中，微博、BLG 两队将要进行一个内战，而京东则是要遇上 T1。其实这2场 BO5 LPL 的观众们最关心的还是京东和 T1 的这场比赛。要知道 T1 的硬实力还是非常强的，李宁由于在8强表现太糟糕，并没能打出 T1 太多的东西，所以京东这场 BO5 需要做足准备，不能有一点遗漏。2场 BO5 的投币选边结果都出来了，京东出乎意料的优先选择了红色方，这在许多人看来都有点不可思议。要知道最近几年蓝色方的胜率一直都高于红色方，尤其是这个赛季蓝色方的胜率再一次的提升。但京东面对 T1 敢于选红色方，一是他们真的藏了东西，毕竟这次世界赛还没有队伍逼出京东的一些怪东西，所以个人我觉得极有可能 Canavi 藏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怪东西。其次就是 T1 给的压力太大了， Gumayusi 和 Kyria 的表现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塞纳塔姆几乎无解，就算是让 Ruler 和 Missing 来也不好打对线，所以给 Missing 留一手康特位。从这个选边的结果来看，京东应该是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去这么选。这次世界赛京东整体的 BP 策略一直都是较为保守的，从瑞士轮阶段的奥恩再到8强赛打 KT 时的厄斐琉斯卡沙泽利，无不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。战术思路简单总结起来就是上单抗压，野辅联动带动节奏，双 C 大和后期接管比赛。但无论是3星8强被淘汰，还是京东对战 KT 时第1局被速通，都证明了单纯的想通过运营拖后期是行不通的。当前版本就是通过中下的线权速龙的版本，甚至说京东能走到4强，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选手强大的个人实力在苦苦支撑着，不然恐怕京东早就被淘汰出局了。反观 T1 方面，从去年 S 赛就开始各种科研，其科研的主要方向就是强化前期下路组合的对线压制力，比如寒冰大头、女枪寒冰等等。而今年 S 赛强调线权速龙的版本，恰恰跟 T1 的科研方向完美的契合到了一起。于是 T1 在原有基础上又研发了维鲁斯寒冰、尼拉塞纳等体系，可谓是将下路线权的优先级提升到了极致。那么对于 T1 围绕下路线权的名牌战术，京东能否在短时间内找到破解的办法呢？对此个人表示很担心，因为 BP 策略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得到彻底调整的，毕竟下路的玩法一直是拿大河等待中后期接管比赛，短时间内让他们做出改变难免会难以适从。如果无法破解 T1 下路的强线权打法，一而再对线期下路被 T1 压制，恐怕面临的处境将跟李宁没什么差异，很快就会陷入 T1 的速龙节奏中。总之，如果京东教练组拿不出新战术针对 T1， 恐怕京东就将止步于此了。而且鉴于今年上下2个半区的实力差距，无论是微博还是 BLG 恐怕都很难在决赛挡住 T1。 至于微博和 BLG 这边就没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，微博获得优先选边权后直接拿下蓝色方，这是所有人意料之中的事情。要说微博和 BLG 到底谁能拿下这场 BO5， 还真说不好。2支队伍的状态起伏都非常大，不到比赛都看不出来。但微博现在的问题很明显，就出在中野上面。小虎这次世界赛变得太慢热，一开始上来先送2局，然后稳定下来，但面对牙膏，大概率还是能打出优势，毕竟接下来可能都是内战，状态应该要比外战强不少。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打野上，维维在打完 G2 后状态就不太好，8强打 NRG 也是如此。如今要迎战 LPL 目前最强的野王寻，这要是顶不住，恐怕微博会有点难。而在 BLG 这边，没有了优先选边权，其实已经占了下风。不过个人我觉得 BLG 能否拿下比赛，主要还是看寻，因为在其他几条线上 BLG 要想打出优势很困难，但也不太可能劣势，唯一的不确定点就是打野。如果寻在野区直接干碎了微微，不给 Light 发育的空间， BLG 还是很有希望赢下这场 BO5 的。好了，
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哪2支战队会进入总决赛的舞台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